お皿の2つ以上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，大家早安，我是一楼一楼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基海岸浴场，这边不仅有锦江湾，也可以欣赏樱岛，非常的漂亮哦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平田屋，它就是面对基海岸地区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前方就是超美的窗景。这间就是专卖2磅饼的老店哦，然后2磅饼据说是明治时代就是基海岸地区这边的名物，所以这间店也只有卖2磅饼。它就只有这种10个的大份跟5个的半份2种选择。名店配老物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。然后2磅饼之前在芝兰5家屋那边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它就是团子，但是是用2根平的竹签，代表武士有2把刷子、2把刀，很香哎。刚刚一进店里啊，就是充满了那种米的香气。这间店也好复古哦，它好像是那种木造建筑，然后有榻榻米座位，就是很像自己的家里改建的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家。哇，想啊，就是想要住这种房子啊，有长长的楼卡，看出去又有街景，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景不得了。哇，有 Q 啊，这个延展性不错不错不错。表面这样一点点炙烧，太漂亮了，口水直流啊，各位。它这个酱汁是砂糖搭配蜜汁酱汁，真的很好吃，咸甜咸甜的啊，很刷出耶。原来日剧里面坐在路边吃烤团子的就是这种感觉吗？然后我们又坐在这种老房子吃，感觉更有看机啊。对啊。然后这间很特别的是，它有附一个腌萝卜汤配菜，这个怎么有点像是我们便当里黄色这种腌萝卜，有点像哎。它这个一份有10只，也就是说我老婆今天有20把刷子，哇，20把刀，一大早生意就很好哦。我们今天是在它开店大概前10分钟就到了，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老板啊，在拉窗帘准备营业的时候，外面已经站一排人了。没错，我想说大家这么早起吗？老板应该已经习惯了吧，因为毕竟从他的祖先明治时代就排队排到现在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好好吃哦。很好吃哎。这个好刷嘴啊，吃的就停不下来，一根接着一根，而且拉这个巴掌，我觉得好疗愈哦。真的，感觉不止好吃又好好玩哦。刚刚本来还想说一个人点10个会不会太多，我就觉得不会，还太少啦。然后它这个麻糬本身很 Q， 不会粘牙，好吃。可以说是我目前吃过在我心目中排名前3名的烤团子。真的假的？这是我第1名。好，你的第1名啊。然后这样子吃完一根一根把竹签放在这边，觉得蛮有成就感的。我们如果是生活在这边，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会爆红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他这个这样子，正常的日本朋友来可能吃个1盘就离开了嘛。那我呢，每次来依他这种量，我觉得我吃个3盘4盘，搞不好都还不会爆。会吓到吗？那住这边多吃个几次，你觉得我们不会爆红吗？说啊，天哪，那个大食怪又来了。大食怪，杀完食。所以今天有没有凑齐了40把刀呢？上一集的武家屋副影片，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江户时代，看了武士们的生活。那这一集我们即将带大家指导萨摩的权力核心重镇，为鹿儿岛这边的县议员是岛津家展现政治实力与对外视野的象征，同时它也是鹿儿岛这边最知名的景点哦。那县议员它就是位在鹿儿岛的基地区，占地高达15000坪，是由岛津家第2代藩主岛津光久在1658年所建造的别邸，那也是鹿儿岛非常代表性的大名庭园。同时，岛津骑兵跟赌姬也在这边生活和游览过哦。好，县议园不只是大名庭园，它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在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地方，最重要的就是守护，守护建筑，守护故事，也守护能让后人看见的价值。我们不管在家里或外出旅行，该守护的也很多，像是连公共 WiFi、查资料、订票、看地图都离不开网络，所以好在有 Social VPN。Social VPN 它是虚拟私人网络，能够建立加密连线，是透过 VPN 伺服器的 IP 取
取代你原本的 IP， 让上网的过程更加的安全。特别是在外面连接公共 WiFi 时，能够降低你们的资料被意外窥探的风险哦，让上网更安心。再来是地区的差异，有些串流平台或是网站会与地区呈现不同的内容，或是像我们在查日本在地资料的时候，切到日本的伺服器，有时候会更有机会取得需要的资讯哦。特别还有 Clean Web 跟 Kill Switch。Clean Web 就是帮你阻挡广告以及追踪器，能够降低遇到恶意网站的钓鱼风险。Kill Switch 呢，就是当 VPN 连线意外中断时，自动帮你阻断网路，降低资料意外外泄的风险哦。世界遗产需要守护，我们的网络连线也一样。特别是现在诈骗推陈出新，我们家的长辈群组传的不再是早安图，而是最新的诈骗手法，所以网络安全真的是很重要。马上点击下方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内我们的专属连结 surfshop.com 1.1616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11616，还能够额外获得4个月 Surfshop 的服务哦。感谢 Surfshop 的守护，让我们继续回到仙岩园探访岛津家的故事。相较于一般庭园自带大池或竹山，仙岩园则是巧妙地运用借景，以樱岛做假山，锦江湾做池塘，将庭园景观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四季景色各有特色。春秋更是赏樱赏菊圣地，吸引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。于明治28年，也为了配合道路开通，第29代岛津家主岛津忠义新建了这座高度超过7公尺的正门，上方也刻有顽石纹与铜纹。这座西门，它可是江户时代仙岩园的正门哦。这里最特别的是，大家看它的屋顶不是覆盖传统的瓦片，而是覆盖着鹿儿岛这边特产的席，非常的特别。不过今天很可惜的是，正在整修中啊。位于基玉殿前方这座造型独特的灯笼叫做鹤灯笼，就是因为它是模仿仙鹤展翅的升息来打造的。同时，它也是岛津晴 video 西洋知识打造出日本第一座瓦斯煤气灯笼。在园内除了刚刚那座鹤灯笼，另一座很特别的灯笼就是这座狮子城大石灯笼，它也是园内最大的石灯笼。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，就是它灯笼上面坐着一只狮子。不过我刚刚一开始看了很久，只觉得它像是一只狗狗，但大家要仔细的近距离观看，会发现它是一只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狮子。它是以一个翻跟斗的状态，头下脚上，所以上面看到那个翘翘的，其实是它的尾巴跟后脚哦。基玉殿与仙岩园同属岛津家基别邸的一部分，其起源可追溯至1658年前后。此后数百年间，历经多次修整、重建与增筑，岛津家历代始终珍视这座宅邸与庭园，并自19世纪后期起作为接待日本国内及海外贵宾的重要场所。岛津家第29代岛津忠义获封公爵后，将仙岩园定为本邸，并对御殿进行大规模改建与扩建。第30代岛津忠重继承后，因长居东京，宅邸规模一度缩减至原本的1/3，但仍作为返乡时的居所持续维护。今日所保留的空间中，仍可透过大量使用的593等高级木材以及精致多样的钉影细节，一窥公爵岛津家的生活样貌与审美品味。夜间之间，它是由2间所组合而成的，在当时是接待外宾使用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的地板都是铺设榻榻米，可以同时间接待大量的外宾。在维新后，俄罗斯皇帝尼古拉2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8世也曾来访。寓居间，岛津忠义每天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待在这个房间用餐以及处理公文。同时，他也是欣赏整个庭园全貌最佳的房间哦。
难怪都要待在这边啊。住人的房间吗？在基玉殿里可以看到梁柱的交界之间有这种非常漂亮的装饰品，它叫钉影，是日本传统的装饰品，就是用来遮住钉子的。那在这里面呢，这种钉子装饰品高达11种造型，有像这种樱岛大根萝卜的，也有象征幸福的蝙蝠。大家来这边不妨可以找找看。在中庭的池塘中设有八角形凹槽，体现中国风水影响。外面的水池可以看到这个造型非常漂亮的八角形。八角形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能量最强的形状。另外这边一个能量点最强的点，就是大家把我们的镜头一转，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樱岛，两者强强联手。红色还是红色啊？难选择。在仙岩园境内，这座猫神社也是日本罕见的猫祈福神社。这是源于第17代家族岛津义弘，他曾带7只猫咪上战场，他利用猫瞳来判断时间，对战场发生极大作用。最后将其中归国的2只奉为猫神供奉。那另外5只呢？大家现在看到这一片壮阔的江南竹林，它是由岛津吉贵透过琉球向中国购入了2株树苗，成长至今已然成为一整片壮阔的竹林，非常的壮观。另外呢，大家看到远处有一颗非常硕大的千寻岩，那颗巨石据说当初耗费了3900个人，历时3个月雕刻完成，相当的工程浩大。花了那么多人跟时间，怎么只写3个字啊？不写多一点，是我就会写一篇作文。有钱人就是任性啊，岛津家就是要这个样子。目前庭园应该都拍完，我们先去吃饭，休息一下。东武来仙岩园里面的餐厅樱花厅，这个是什么萨摩套餐？对，他们的乡土料理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火都在烟在烧。哦，你看正对着樱岛，仿佛樱岛快爆发一样，两边都在冒烟，互相对应。对啊，哇天啊，看着这个大景，在吃着这个美食，好疗愈哦。前面的就是锦江湾跟樱岛。岛津家真的不愧是当代最强家族。住的房子这种景，门前就直接有山有海，风水宝地。对啊，像每天一出门一抬头就看到这个大景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舒服。待会老婆来试试看他们这边的猪排，看起来是有一点厚度的哦。不过它好像不是用一整块猪排，它还是用猪肉片叠起来去炸，看它一片一片的。对，一片一片的。这种做法我倒是第一次看到，不愧是岛津家，连吃的都要标新立异哦。是不知道是他们。看这边好像对外朝因为与世隔绝，对啊，看着景吃饭，然后觉得底下的人啊、车啊都跟我们无关。岛津家这个庭园真的是一步一景，你每一个角度看到的樱岛或者是锦江湾都有不一样的韵味在。对啊，而且鹿儿岛这边让我觉得蛮妙的是，它的天候变化速度其实蛮快的。你可能这一秒看还阴阴灰灰的，但下一秒晴空万里。蛮特别的天气，可能是也是比较靠南，跟台湾的天气比较像，就是比较变化莫测。倒是蛮想看看樱岛整个大喷发的那个景象。那前提是你要活着回去，那个就不能够用录影的，只能够开直播了。大家快看，樱岛爆发啦！哎呀，看这个厚度，然后味道其实我觉得蛮清爽的，没有想象中重。因为看它这个颜色，以为会很咸，但还行。这块臀角是中了化骨绵掌的，海光回又来了，一入口全部就化掉了，好嫩哦。那吃一吃忍不住就会看一下，然后粉探一下。流量焦虑在此时此刻彻底被泡飞了。你这样提起就又想起来了，我又想起来了。好啦，其实蛮好奇，像岛津啊，或者是西乡这种
强权，或者是有名的后代，现在不知道都在做什么哦。对啊，不知道。因为像是我们之前去秋田的佐都家，他们好像就还是有在从政嘛。对。但不知道岛津家如何呢？我在想，会不会岛津家现在看到的，已经在想要联系一楼了？在仙岩园里面，我们刚刚用餐的那一间餐厅楼下1楼有这间仙岩园茶馆，那它提供了各式各样抹茶的饮品以及甜点。抹茶渐层好漂亮哦，它抹茶的那一股清苦味相当的浓厚，真的还不错。我是点抹茶体验套餐，所以要自己来刷抹茶哦。这是我第一次刷紧张。然后还有附一张说明书，刚刚稍微研读了一下，试试看咯。他说呢，首先先倒热水进去，轻轻的晃一下，让它是呈现圆形的水流，但大家请原谅我首次尝试不太圆。接下来呢，要拿起这根叫茶筅刷抹茶的道具，刷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哦，不是圆的刷，他是说是有点上下纵深的刷，然后要刷30次。终于看起来有点泡了，拿起来的时候稍微用这种 M 字形，让下面的水啊泡泡把它滴干净。哇，看起来有模有样的，上面有一层非常薄的泡泡，不错啊。然后喝的时候居然还是有些小技巧。他是说要先吃完点心才能喝茶，但我们就是先帮大家品茶。没有问题。首先右手拿起来，放在左手上，再用右手轻轻抚摸着它。他说往左转2圈，主要是碗的正面不要对着别人。然后拿起来，小口的慢慢喝。那如果当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呢，要发出嗖的一声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没错。再来进入甜点时间，甜点也是有小配播的哦，重一刀，横一刀，这么高刚，小口的吃。他不讲，我应该一口一个，可是他这样子会碎开呢，请用我右手啦。它的甜度我觉得有点高，但如果搭配抹茶，我觉得应该是蛮刚好的。这座反射炉遗迹啊，它是岛津家当时在铸造铁炮、炼造金属的地方哦。因为岛津晴兵相信西洋人能做到，萨摩人岂有不行，所以也在1857年成功铸造了铁炮。哎呦，你看这座反射炉遗迹，它也必须要借景后面的引导，很漂亮哦。连反射炉也要借景哦？要啊，他们是岛津家，不是两津家哦。反射炉是采用荷兰传入的西洋技术，以木炭为燃料，并引进水系统调节炉温，是象征萨摩藩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突破。其后，反射炉周边陆续设置冷却池、玻璃工厂等设施，逐步形成一处近代工业聚落。然而，在1863年萨英战争中，集成馆多数设施遭炮击焚毁，如今仅存反射炉2号炉的遗构。这些遗迹现已被列为世界遗产，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的构成资产之一，见证了日本迈向近代化的起点。在鹿儿岛世界文化遗产导览中心中，设有一座约1:10的反射炉断面模型，清楚呈现其运作原理。据推测，烟囱高度接近20公尺，在这样的结构下，一座反射炉单次约可融化大约3吨的铁料，展现当时已相当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准。第28代家主岛津骑兵为强化国力，于仙岩园海滨设立集成馆，成为近代化的重要起点。现今展示着从江户时代到近代岛津家历史及世代家宝，兼具了教育与观赏价值。同样由岛津骑兵推动发展的萨摩切子工厂，原始生产期仅约20多年，之后一度失传。现由岛津家相关事业复兴，为鹿儿岛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。由有形文化资产旧秦野岛津家金山矿业事业所改建而成的星巴克，
入口瓦片印有岛津家家纹，结合历史与现代，相当有看点。今天这一集影片，我们带大家看了岛津家漂亮的庭园以及他们的风光伟业哦，还有吃了超好吃的2磅饼，还有超浓的抹茶，然后不要忘了我们漂亮又壮观的樱岛火山。希望这一集影片大家都能够喜欢哦，也请大家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拜。今天晚餐，老婆带我来吃火山熔岩烤盘的烤肉，不知道是不是用樱岛火山的熔岩做成的烤盘哦。它的资讯是这样写的：火山的味道。哎呦，这一间米亚妈本铺原来这么的给力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不要看它烤盘小小的，樱岛熔岩呢。这边目前老婆点的这些都是鹿儿岛这边的名物。没错，一次满足。好，当然不能少了这一杯，也是名物小柑橘烧啊。黑豚盐味，哇，这个猪肉好脆好 Q 哦，真的假的？它吃起来那个口感不输松板猪哦，整个都是脆的，然后它的皮流质那个地方是 Q 的。看我，怎么那么脆？对不对？怎么那么脆？它连肥肉的地方都是脆的。对，整个都是脆的，这就是好吃哎。咬下去爆汁哎。哈哈，这边必吃的也是在它的排行榜上面的鸡腿肉。哇，好奇怪哦。是什么？鹿儿岛这边的动物是不是运动量都特别大？它的鸡腿肉也是 Q 的。什么？咬下去那个肉汁，哇，那个香气一样包裹住我整个嘴巴一样。完全不输黑猪哦，真的假的？它这边不是也是3大名鸡吗？地鸡，所以它这边的鸡肉跟猪肉真的都是有名，真的是好吃。老婆，你赶快试试看，真的是脆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嚼劲，但不是那种橡皮筋哦，但是它这个就，对，咬下去是有烤的感觉。皮的话，来看看它究竟有多皮。看起来烤得很酥脆。哇塞，这个皮很像在吃脆的海参，很脆，是烤。你赶快吃，我不骗你，皮真的是吓到我。到底有多脆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脆到一个不行？但不是像饼干那种哦，不是，它是有点弹性在那种脆的。对，这是鸡不得了了，它全身上下都是充满了运动健将、热血，生前一定是非常快乐、健康。没有错，里里外外全部通通都一流啊！